如果你在1995年错过了互联网，在2010年错过了智能手机，在2020年错过了人工智能，那么接下来的3分钟你最好不要划走，因为这可能是你这辈子最后一次能以普通人的身份参与一场足以改变世界的技术革命。看完这个视频，你会彻底搞清楚量子计算到底是下一个万亿级风口，还是又一个收割散户的巨大泡沫。你会明白4大技术路线各自的优缺点，知道哪条路最有可能跑出最终的赢家。你会看懂英伟达悄悄入场的真正野心，以及它为什么会成为量子计算时代最大的受益者。最重要的是，我会教你一套普通人也能轻松上手的低风险布局策略，不用赌上全部身家也能抓住这次历史性的机会，同时避开那些专门盯着韭菜的量子概念股陷阱。现在有2种完全相反的观点吵得不可开交，一种说量子计算会像当年的互联网一样彻底重塑整个世界，现在不布局以后再也没有这么低的入场价格了。另一种说量子计算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局，10年之内都不会有任何真正的商业化应用，现在所有的量子股都是泡沫。你站哪一边？把你的判断和理由写在评论区，我会一条一条看，遇到有意思的反驳或者有代表性的疑问，我会在评论区跟你展开聊聊。上周整个市场波动不小，但我的账户最终还是录得了$1400的净收益。很多人看到我晒收益就觉得我运气好，或者是做了什么高风险的操作，其实真的不是。我上周最大的一笔收益来自于 Light 的 Sell Put 操作，而且中间还经历了一次向下移仓的避险动作。我知道很多人对 Sell Put 有误解，觉得这是一种高风险的投机行为，但其实恰恰相反，在我看来 Sell Put 是普通投资者在高波动市场里最安全最稳健的盈利方式之一。我当时卖出的是 Light 2周后到期的120块行权价的看跌期权，拿到了每股 3.2 块的权利金。后来 Light 股价下跌，一度跌到了115块，很多人看到浮亏就开始慌了，赶紧平仓止损。但我没有，我选择了向下移仓，把行权价从120块移到了115块，又额外拿到了每股 2.8 块的权利金。最后到期的时候 Light 的收盘价是117块，没有跌破我的新行权价，所以我前后一共拿走了每股6块的权利金，2周时间收益率超过 5%。 就算当时 Light 真的跌到了115块以下，我被迫行权买入，我的实际成本也只有109块，比当时的市价还要低 5% 以上。你看，这就是 Sell Put 的魅力，不管股价涨还是跌，你都有赚钱的机会。很多人做投资总是害怕浮亏，觉得账户里出现红色数字就是亏钱了。但我想告诉你，浮亏从来都不是真正的亏损，只有你平仓卖出的那一刻，亏损才会变成现实。做 Sell Put， 你唯一需要关注的就是你的盈亏平衡点，只要股价没有跌破你的盈亏平衡点，你就没有任何风险。这个心态非常重要，如果你过不了这一关，那你永远都赚不到期权的钱。如果你也觉得这种不用追涨杀跌，不用每天盯盘，躺着就能赚权利金的方式很适合你，那就点个赞收藏一下。后面我还会专门讲怎么用量子股的高 IV 来做 Sell Put， 收益率会比普通股票高得多。好了，聊完了实操，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主题，量子计算。很多人一听到量子计算这4个字就觉得头大，觉得这是物理学家才懂的东西，跟自己没关系，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复杂。我不会跟你讲什么薛定谔方程，也不会跟你讲什么希尔伯特空间，那些东西对投资没有任何帮助。我只会用最通俗的语言告诉你量子计算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这么重要，以及它现在到底发展到了什么阶段。我们先从最基础的讲起。传统的计算机用的是比特，一个比特只能是0或者1，就像一个硬币，要么正面朝上，要么反面朝上。而量子计算机用的是量子比特，一个量子比特可以同时是0和1，就像一个正在旋转的硬币，在它停下来之前，你永远不知道它是正面还是反面，这就是所谓的量子叠加态。你可能会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一个硬币能同时转吗？但你想想，如果有2个量子比特，它们就能同时表示4种状态；有10个量子比特就能同时表示1024种状态；有100个量子比特就能同时表示2的100次方种状态。这个数字有多大呢？比整个宇宙中所有原子的数量还要多。这就是量子计算最恐怖的地方，它的算力是指数级增长的。传统计算机需要算几万年才能解决的问题，量子计算机可能只需要几秒钟。比如破解现在所有的加密算法，模拟分子结构来研发新药，优化全球的物流网络，甚至预测天气和地震，这些都是传统计算机永远都做不到的事情。但问题来了，既然量子计算这么厉害，为什么我们现在还没有用上呢？因为量子比特太娇贵了。
一个正在旋转的硬币稍微碰一下就会停下来。一个量子比特也是一样，稍微有一点震动，一点温度变化，甚至一点宇宙射线，它的量子态就会立刻崩溃，从同时是0和1变成要么是0，要么是1。这个现象叫做退相干，是量子计算目前面临的最大难题。为了让量子比特保持叠加态，科学家们想尽了各种办法，比如把量子计算机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也就是零下273摄氏度，比宇宙深空还要冷。比如把整个设备放在真空环境里，隔绝一切外界干扰，但就算这样，现在的量子比特也只能保持几微秒的叠加态。更麻烦的是纠错，传统计算机的比特出错了，很容易纠正，因为它要么是0，要么是1，错了改过来就行。但量子比特不一样，你不能直接测量它，因为一测量它就会坍缩，所以要纠正一个量子比特的错误，你需要十几个甚至几十个辅助量子比特。现在的量子计算机 99% 以上的量子比特都是用来纠错的，只有不到 1% 是用来真正计算的。很多人吹量子计算算力有多强，但很少有人告诉你，现在的量子计算机纠错成本是计算成本的1000倍以上。这就像你花1000块钱买了一台电脑，然后每个月还要花100万给它降温维护纠错，你觉得这生意能赚钱吗？这就是量子计算现在最真实的现状，它不是骗局，它确实有巨大的潜力，但它也远没有很多人吹得那么成熟。现在的量子计算机还处在非常早期的阶段，就像1946年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ENIAC 占了整整一个房间，每秒只能做5000次加法，连个计算器都不如。但谁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70年，它就改变了整个世界。现在量子计算领域主要有4大技术路线在互相竞争，分别是超导、离子阱、量子退火和光量子。很多人觉得最后只会有一个赢家，就像当年的交流电打败了直流电一样，但我不这么认为。未来很可能是不同的技术路线解决不同的问题，谁也不会完全取代谁，我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是超导路线，这是目前最主流也是投入最多的路线，代表公司是 IBM 和谷歌。超导量子比特是用超导材料做的，需要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才能工作。它的优点是量子比特数量多，运算速度快，而且技术相对成熟。谷歌在2019年就宣布实现了量子优越性，用一个53个量子比特的计算机解决了一个传统超级计算机需要1万年才能解决的问题。但超导路线的缺点也很明显，就是退相干时间短，纠错难度大，而且冷却系统非常昂贵和笨重，一台超导量子计算机的冷却设备就有好几吨重，根本不可能普及到个人用户。所以未来超导量子计算机很可能会像现在的超级计算机一样，放在数据中心里，通过云服务的方式提供给大家使用。然后是离子阱路线，代表公司是 IonQ。离子阱量子比特是用带电的离子做的，通过激光来控制。它的优点是退相干时间长，比超导路线长好几个数量级，而且纠错更容易。双 Q 现在已经做出了1000多个量子比特的计算机，而且错误率比超导路线低得多。但离子阱路线的缺点是扩张速度慢，要增加量子比特的数量，就需要增加更多的离子和更多的激光，难度非常大，而且运算速度也比超导路线慢。所以离子阱路线更适合做那些对精度要求高，但对速度要求不那么高的计算，比如药物研发和金融建模。接下来是量子退火路线，代表公司是 D-Wave。量子退火其实不是通用量子计算，它只能解决一类特定的问题，就是优化问题。比如在无数种可能的方案里找到最优的那一个，像物流路线优化、投资组合优化、人工智能的训练，都属于这类问题。D-Wave 是目前商业化程度最高的量子计算公司，它已经卖出了好几台量子退火计算机，客户包括谷歌、微软、亚马逊和很多大银行。很多人说D-Wave 不是真正的量子计算机，但不管你承不承认，它现在确实是唯一一家能从量子计算业务里赚到钱的公司。最后是光量子路线，代表公司是 Xanadu， 股票代码 XNDU。光量子量子比特是用光子做的，也就是光的粒子。它最大的优点是可以在常温下运行，不需要复杂的冷却系统，而且光子的传输速度快，不容易受到干扰，非常适合用来做量子通信和分布式量子计算。光量子路线是目前最年轻也是最有潜力的路线。如果它能突破技术瓶颈，未来很可能会成为最适合普及的量子计算技术，但现在它还处在非常早期的阶段，离商业化还有很长的距离。讲完了4大技术路线，你可能会问，那我到底应该投资哪一家公司呢？我的答案是，现在不要盲目重仓任何一家单一的量子计算公司，因为现在技术路线还远远没有定胜负。就像1995年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谷歌会成为今天的谷歌，也没有人知道雅虎会倒闭。
现在你押注任何一家公司，都相当于在买彩票，赢了可能赚100倍，输了可能血本无归。那普通人就没有办法参与这场革命了吗？当然不是。真正聪明的投资者从来不会去赌谁会赢，而是去赚那些不管谁赢都能赚到的钱。这就不得不提到英伟达了。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英伟达已经悄悄进入了量子计算领域，而且一出手就是王炸。英伟达最近发布了一个叫做 Ising 的全球首个开源量子 AI 模型，专门用来加速量子校准和纠错。这个模型有多厉害呢？它可以把量子处理器的校准时间从数天缩短至数小时，量子纠错解码速度比传统方法提高 2.5 倍，准确率提升3倍。你还记得我刚才说的吗？量子计算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纠错成本太高。英伟达的 IC 级模型相当于直接解决了量子计算最大的痛点。这就像当年的 CUDA 在所有人都觉得 GPU 只能用来打游戏的时候，英伟达用 CUDA 把 GPU 变成了人工智能的核心引擎，然后一统了整个 AI 江湖。现在英伟达正在把同样的套路复制到量子计算上，它不仅做量子纠错的软件，还做专门用来模拟量子计算机的 GPU， 甚至还在研发自己的量子芯片。更重要的是，英伟达正在建立一个量子计算的开发生态，让全世界的开发者都能用它的工具来写量子程序。英伟达最可怕的地方从来不是它能造出最好的芯片，而是它能建立一个别人无法打破的生态。当年你做 AI 不用 CUDA， 就像你写代码不用 Windows 一样别扭，未来你做量子计算不用英伟达的工具也会是一样的结果。所以不管最后哪一条技术路线赢了，英伟达都会是最大的赢家。因为不管你用的是超导离子阱还是光量子，你都需要用英伟达的软件来纠错，用英伟达的 GPU 来模拟，用英伟达的生态来开发应用。这就是卖铲子的生意，永远比挖金子的生意更赚钱也更安全。讲到这里，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开始重新思考量子计算的投资逻辑了，那就顺手点个赞，说明你已经抓到重点了。除了英伟达之外，还有一个非常稳健的选择，就是谷歌。谷歌在超导量子计算领域是绝对的领导者，它是第一个实现量子优越性的公司。而且谷歌还有一个别人都没有的优势，就是云服务。未来量子计算机肯定会通过云服务的方式提供给用户，而谷歌云是现在全球3大云服务商之一，拥有庞大的客户基础。谷歌可以把自己的量子计算机直接集成到谷歌云里，让它的几百万企业用户立刻就能用上量子计算服务。这种硬件加云端的优势是任何其他量子计算公司都比不了的。所以如果你想找一个最稳健的量子计算投资标的，谷歌绝对是首选。如果你觉得单一公司还是有风险，那你可以考虑投资量子计算 ETF。现在市场上主要有2个量子计算 ETF， 一个是 QTOM， 另一个是 WQTM。QTOM 是目前规模最大、流动性最好的量子计算 ETF， 它投资了全球所有主要的量子计算公司，包括谷歌、英伟达、IBM、LeonQD-Wave 等等。它的优点是覆盖全面，不用你自己选股，而且费率比较低。WQTM 则更偏向于纯量子计算公司，它的持仓里那些小盘量子股的比例更高，所以它的波动会比 QTOM 大，涨的时候涨得更多，跌的时候也跌得更狠。如果你风险承受能力比较高，而且相信量子计算会很快迎来爆发，那你可以考虑 WQTM。 如果你更追求稳健，那 QTM 会是更好的选择。最后，如果你风险承受能力比较高，想博取更高的收益，那你可以考虑用 sell put 的方式来投资那些小盘量子股。我知道很多人对 INQRGTI 这些小盘量子股又爱又恨，爱他们是因为他们波动大，涨起来能一天涨 50%， 恨他们是因为他们跌起来也能一天跌 50%， 很多人追高进去，最后被套得死死的。但我想告诉你，这些小盘量子股根本就不适合用买股票的方式来投资，他们现在还不是真正的公司，更像是一个个科研中心，他们没有收入，没有利润，甚至连明确的盈利时间表都没有，他们的市值完全是由预期支撑的，只要有一个技术突破不如预期，或者有一个负面消息，股价就能跌掉 80%。 所以绝对不要用你的本金去买这些股票，更不要重仓，你应该用 sell put 的方式来投资它们。因为这些小盘量子股的波动非常大，所以它们的期权隐含波动率 IV 也非常高，通常都在 100% 以上。这意味着你卖出看跌期权能拿到非常高的权利金。我给你举个例子， XNDU 刚上市的时候，我做过它的 sell put， 当时行权价8块，2周到期，权利金每股 0.74 块。也就是说，就算2周后 XNDU 跌到8块以下，我被迫以8块的价格买入，我的实际成本也只有 7.26 块，比当时的市价还低 10%。
如果它没跌到8块，我就直接拿走 0.74 块的权利金，2周收益率 9.2%， 年化收益率超过 200%。你看，用这种方式投资小盘量子股，进可攻，退可守。如果股价涨了，你赚权利金；如果股价跌了，你就以更低的价格买入你看好的股票。就算股价真的一直跌，你也可以通过向下移仓的方式，不断收取权利金，降低你的成本。这比你直接买股票，然后眼睁睁看着它跌 50% 要好得多。这就是我为什么说 Sell Put 是投资量子股的最佳方式。它利用了小盘股的高波动，把别人眼里的风险变成了我们的收益来源。当然，我还是要提醒你，就算是用 Sell Put 的方式，也不要把太多的资金投入到小盘量子股里。我自己的配置是英伟达和谷歌占 60%， ETF 占 30%， 小盘股的 Sell Put 只占 10%。 这个比例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来调整，但绝对不要超过 20%。 很多人做投资总是喜欢 Allen， 觉得这样才能赚大钱。但在量子计算这个还处在早期的行业里， Allen 任何一个标的都是在赌博。我们要做的是投资者，不是赌徒。我们要在保证本金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抓住这次机会。接下来跟大家聊一下下周的市场看点。下周会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数据发布，包括 PCE 数据、GDP 修正值，还有零售和科技股的财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PCE 数据，这是美联储最看重的通胀指标。如果 PCE 数据低于预期，那美联储降息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整个市场都会迎来一波上涨。如果 PCE 数据高于预期，那市场可能会出现短期的回调，但不管短期市场怎么波动，我对长期的走势还是非常乐观的。回顾过去几十年的科技革命历史，你会发现一个规律，就是牛长熊短。每一次大的技术革命都会带来一轮长达几年甚至10几年的大牛市，中间虽然会有回调，但长期的趋势永远是向上的。互联网是这样，智能手机是这样，人工智能是这样，量子计算也会是这样。现在量子计算就处在1995年的互联网阶段。当时很多人也说互联网是泡沫，说它永远不会赚钱。确实，后来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了，很多公司倒闭了，很多人亏得血本无归。但那些在泡沫破裂之后还活着的公司，比如亚马逊、谷歌、微软，后来都涨了几百倍甚至上千倍。那些在1995年就买入纳斯达克指数并且一直持有的人，早就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所以不要害怕泡沫，泡沫其实是普通人最好的机会。没有泡沫，你永远都不可能以这么低的价格买到这些未来会改变世界的公司的股票。你需要做的就是不要在泡沫最顶峰的时候 Allen， 不要加杠杆，控制好仓位，然后耐心等待。很多人总是想抄到底，逃到顶，但这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能精准预测市场的底部和顶部，我们能做的就是在价格合理的时候买入，然后长期持有。只要你相信量子计算会改变世界，只要你相信这个行业会越来越大，那现在就是最好的入场时机。最后我想跟大家说，投资其实投的不是股票，而是未来。你买英伟达是因为你相信人工智能会改变世界，你买谷歌是因为你相信量子计算会改变世界，你买指数是因为你相信人类的科技会不断进步。这个世界上永远不缺机会，缺的是发现机会的眼睛和抓住机会的勇气。1995年你错过了互联网，2010年你错过了智能手机，2020年你错过了人工智能，这一次不要再错过量子计算了。你不需要找到下一个谷歌，也不需要找到下一个英伟达，你只需要在场就够了。订阅我的频道，后面我会继续更新量子计算的最新进展，以及更多的实操投资策略。我会把复杂的技术问题转化成简单的投资逻辑，让你也能轻松抓住下一个时代的财富机会。最后跟大家说一下免责声明，本视频内容仅供信息分享和个人观点讨论，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所有的投资都有风险，过去的收益不代表未来的表现，请你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理性判断，谨慎投资。如果有任何疑问，建议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